我婆婆温迪跟我爸去市场买鱼，非买死鱼，给我爸气完了。我婆婆这次来中国是带着遗产来的。咋回事呢？我婆婆到了我家，我爸就说晚上出去吃饭。温迪呢以为得 AA 制呢，就有点犯怵，跟我爸说，其实我是很会做饭的，厨艺这个领域属于西海岸小旋风，你只要领我去趟超市就行了，我好好给你们露一手。我爸说那也行。温迪说，哎，对了，哥哥，你会做饭吗？我爸说不会，可以给你打下手。然后俩人就买菜去了。到了超市，我爸想先买条鱼，温迪到鱼区看懵了，跟我爸说，他们怎么都是活的呀？我爸说对呀。温迪说，哥哥，咱们买死的呗，就买这两条死的。你说你做的鱼，反正也得死。这两条，哎，死完了，搁这躺着呢，正好。我爸说，我买什么死鱼呢？我肯定得买活鱼现杀呀。温迪说，那你的意思就必须得死给我看呗？挺奇怪的，你这个人，有现成的死鱼不要，得找那个活鱼死给你看，什么逻辑？你这个人。然后买完东西结账，温迪拿着买的东西说，我去付款。我爸说不用拿，能用你呢，我来。温迪说，我不用，我来。我爸说，我来。温迪说，我来。俩人就撕巴上了。我爸一看人周一圈看着呢，怪不好意思，说行，别撕巴，你来。结果温迪拎着自己买的4根葱就结账去了，把自己的结了，给我爸撂那儿了。我爸在后边推个车，老头没反应过来呀，怎么说呢？大受震撼。然后俩人就回家开始做菜。温迪呢就把他的传家宝，了解我的人可能知道这个传家宝，就是他姥姥给他留下的一个菜谱。这个菜叫脂肪烤面，它一共有3个食材。温迪做了能有400多遍，但是每次做之前都得把这菜谱从小匣里头拿出来，一样对。这次人家很有诚意啊，把这个他姥姥留下的脂肪烤面菜谱抄成了一个手抄版，带到了中国，还从加拿大带回来一套量杯和量勺，然后就开始称，开始量，然后跟我爸说了，就是这样，西餐它就是比中餐复杂，你也不用震惊我是怎么做到的。哎呀，也是时间来磨呗，我毕竟带大很多孩子呢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然后我爸在旁边你说的对。然后老头云淡风轻在周围切菜腌肉，全是准备，也不开火。然后温迪问，哥哥，你不是也要做菜吗？你怎么还不开始呀？我爸说，灶台你先用，我不着急。最后温迪啥都准备好了，放进烤箱，说还有45分钟，我爸才开始。但是你们懂这个道理，他前期准备功夫都已经做完了，1个小时8道菜全上桌。经历了大概3个小时，温迪的脂肪烤面和土豆泥也上桌了。温迪说，我不懂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开始呢？我爸说，我跟你一起开始，我菜不就凉了吗？温迪不能理解8道菜一起上这事儿，就问我爸，你这豆腐是什么时候炒的呢？我爸说，我焖鱼时候炒的。温迪说，那你鱼是什么时候收拾的呢？我爸说，你摆量杯时候收拾的。温迪说，那是什么让你觉得你不会做菜呢？我爸说，那是什么让你觉得你会呢？然后我爸一细问才知道，在澳大在加拿大呀，吃了脂肪烤面是好的，平时就是土豆怼成泥，土豆拌沙拉，实在便秘了来点西兰花。老吃这玩意儿营养能够吗？我爸说，你可别受他影响啊，那孩子营养很重要啊。我说我也很懒，我就直接给孩子安排天然博士分阶钙铁锌，认准英标 GB22570，一次就能吃进钙、铁、锌和7种维生素全面营养，身体强壮了，大脑营养也得跟上。拿铁一天吃1粒，这天然博士 DHA 藻油就正好补足 DHA 需求，它是金标纯藻油，独立包装。哎，好的藻油粒粒都是这种琥珀色的。然后温迪也是有点不太会说话，说你早上在加拿大大半年吃的都是我做的菜，就是来中国你做的样数太多了，有点太杂了，孩子也有可能不适应。在澳大也很直接，我不适应啥呀？你说如果你每天骑个自行车，有一天来个人把你车偷了，咔给你换个法拉利，你说哪有啥不适应的？我爸就跟温迪说，我得买活鱼，尤其是那个鱼的鱼头，我得给孙子做，吃啥补啥，你懂不？温迪说，我从来没吃过鱼头。我爸说，我看出来。哎呀，今天内容有点劲爆和八卦呀，怎么回事呢？我妈觉得俺家阿姨比我好看太多了，怀疑大胖媳妇跟人飞眼了，让他俩避嫌，避大了丢一个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俺家阿姨呢跟我们回铁岭了，然后年过完了，在澳达呢开学早，我就带着在澳达先回北京开学来了。我让大胖媳妇带着拿铁和阿姨在铁岭多待几天。结果我走那天呢，我哥、我嫂子、我弟、我弟妹约大胖媳妇一块搓澡去。我嫂子热心肠就加了一句说，你家阿姨南方人也没搓过澡，你让她也来呗，我跟我小妹带她搓。第2天我妈说，你们俩昨晚不在家。大胖媳妇的汉语呢，人家散装但是敢用，她只会英语对汉语的直译。英语中800个人也是我们，你和我俩人也是我们。她直接回道嘛，我们去洗澡了，我们洗完澡还吃饭了，吃完饭还一起看了电影啊。你们也知道套票都是这个待遇，这给我妈听的满头是问号，但是人也憋住了。然后大胖媳妇呢，在澡堂疯狂薅铁岭羊毛，出来时候那揣的满满的一次性用品呢，澡巾、棉签、刮胡刀、牙刷、香皂、洗头膏，2裤兜子出来的。然后她也知道呢，这事儿格局不大。第2天俺家阿姨在那屋收拾行李呢，她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就去了，抛出她那个搓澡巾。姐，我的是粉的，你的呢？赶紧帮我收起来，千万不要才能知道。我妈都听着了，当时给大胖媳妇叫到旁边小屋。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好歹算一个公众人物。明天去机场回北京，包括在澳大马上上学的接送，方方面面的，你注意避点嫌。大胖媳妇问点儿是多少啊？我妈说2.5米吧。我妈这一下午明显拘谨了，她就牢记了避嫌这个词儿，但是记错了发音。走的时候，阿姨还搁那换鞋呢。大胖媳妇拎包就下楼了，阿姨喊你干啥呀？你等我一下啊！大胖媳妇说我续弦去了。下楼，阿姨赶紧追上来说你把拿铁给我抱。大胖媳妇说别过来，你也得续弦。
结果到了机场，俩人也不交流，大胖媳妇就一个宗旨，和阿姨保持2.5米，阿姨都追不上啊，说你疯了，你过来咱俩换个包拎。大胖媳妇说男女臭臭不亲，男女臭臭不亲。结果就是呢，在机场距离拉大了，失散了，机票在阿姨那儿，眼看登机，阿姨着急自己就上飞机了。大胖媳妇呢抱着拿铁找错登机口了，阿姨上飞机还问呢，你搁哪呢？大胖媳妇你不用管，我肯定回去。阿姨也懵了，这闲续的，你说机都不登了，机都不登了。最可怜的就是俺家拿铁呀，头一天晚上拿铁在零下26度的铁岭被他爸抱出去看放鞭炮去了，零下26啊！大胖媳妇大手一搂，拿铁就走上了露大腿的不归路，回来就给拿铁冻感冒了。我妈赶紧给他泡的这3-9小儿感冒药，刚喝下去还没好利索呢，被他爸滞留在机场好几个小时。回到北京1分钟之内，把从铁岭空运回来的病成功传染给他姐。幸亏因为早打要开学，我早就准备了999。孩子这互相传染，防不胜防。家里有孩子知道，一开学孩子特别容易生病，你多备点也不慌。他回来以后，我也不能理解他到底是咋丢的。我说你就不能自己找吗？他说我找了，我看见飞北京的登机口我就去啊，4-5个呢。我要上，没机票人不让我上。我说你让我飞北京吧，孩子感冒都哭了。那你说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呀？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呀？你说说。在机场，我妈还给打电话呢。妈说的话你都做到没？大胖姐说做到了，这回距离拉开了，也就800公里，也就800公里。你现在把钱给我，改钱花不少钱呢。不走了，我也别钱。今天我过生日，你们猜猜我的大胖媳妇给我准备的是什么礼物？借此机会，我顺便澄清一下子啊，我今天刚满32， 90年生人。以后7几年的朋友们啊，请不要再管我叫彩玲姐啊，我不爱听。首先呢，蛋糕是他定的，这本身就是个错误。他手机上选的蛋糕，连那个60都没改呀。谁过生日啊？他说他全世界最喜欢的蛋糕就是那款特别中国特色的一个大蟠桃，然后配个大寿星老那个蛋糕。他说他就爱那款大纹的，但是现在蛋糕店他说太新潮了，他就没找着那个带寿星老人的。但是为了配这款蛋糕，人家在我家原地 cos 了一个寿星老。然后呢，就到了给礼物的环节，整的神秘兮兮的。哎，拿铁，你说爸给妈买的啥呢？你知道不？包。他知道我喜欢哪个包。哎，那你说他如果要买个包，哪来的钱呢？我给我8千了。面条机，面条。我给我300呢。你是有什么大病啊？对，多大病？煎饼果子。当时周围一堆人给我整的这个没面。这事儿咋回事？为什么要买煎饼机呢？是这样的，就前几天北京街上都没有人，你点外卖都没有骑手接单。然后我呢，突然间就特别想吃煎饼果子，就像有人说的似的，你家摊上这个毒猪啊，可能应该叫老母猪，就都特别能吃。然后点了1个多小时也没有人接单，大胖媳妇呢就非常着急，就给人店家打电话，那个我的煎饼果子你快点送啊！人店家说我们都摊好煎饼了，但没有人接单。大胖媳妇说那怎么办呢？人说那不行的话我给你闪吧。大胖媳妇说我要什么伞呢？人家我要吃饼，你给我伞，我吃什么伞呢？然后还跟人说我的爱人就想吃一个煎饼，然后现在谁都不送，哎呀，这让他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都绝育了。人对方说你要绝育了，你喝点粥，你这时候你吃煎饼果子干啥呀？我说你是不是又用你那个手机 APP 学汉语学窜台了呀？你是不是想说绝望啊？那怎么说个绝育呢？俩人唠的那个劈叉呀，后来拎衣服自己出去买去了，说为了我做一把男人，坚决把这个煎饼给我买回来。你穿上毛裤不穿。你等着毛裤买完了你不穿，你这毛裤全给你放闲鱼上卖了啊！不要。然后骑着电动就去买去了，回来冻傻了，就直了。但他给我拎回来的煎饼很热乎的，放自己肚子上了，一道捂回来的。我呢，说实话挺感动，就是这个煎饼让他捂的有点他的膻味儿，没别的毛病。但是从此他就立志要自己摊煎饼，天天在俺家平底锅上练，那打鸡蛋啪啪碎呀。他说：“哎，你说我怎么一打鸡蛋把手里就漏呢？你们说的漏一手是不是就这么来的？”所以借我的生日，人家给我买个煎饼机。他说我们试煎饼的方式太被动了，要自己会煎。今天自从打开这煎饼机，已经摊了6个煎饼，换这样的摊，简称摊晃子，俺家俩孩子先看煎饼都跑。现在他买的这个什么煎饼机、炒菜机、面条机，我用过1次俺家的按摩床垫，拿铁的那个玛莎拉蒂。我现在给这东西全上架到闲鱼，咱给他找个下家。今天一律15到50块钱断舍离。哎，这这么轻的，Jamie里边 Switch 哪去了？你给我放空盒，给我拿出来。你们如果想买啊，上闲鱼搜索我的名张彩玲就可以看到这些宝贝了。属于我家所有闲置的我都往上找，除了这俩我暂时先不卖。你们有啥好玩的也可以往上挂嘛，能挣点是点。救爸爸，救爸爸，谁也救不了你们。妈爸爸。